大家好，我是小玉。没想到把桂圆和陈醋搭配在一起，泡上几天，作用竟然这么厉害。老一辈的智慧和结晶，做法简单又管用，赶紧跟着视频一起来学一学吧。桂圆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桂圆又叫做龙眼，新鲜的是一种水果，看起来就像咱们的荔枝一样，里面果汁果肉饱满，晶莹剔透，就像一粒一粒的小珍珠。但当它完全烘干晾晒干之后，就成了咱们的桂圆干了。而日常生活中，除了6、7月份能看到新鲜的桂圆之外，其他的时间，我们常看到的桂圆都是这样的桂圆干。而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养生美食，也是用到的是桂圆干。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不需要用新鲜的桂圆，需要用这种桂圆干就可以。桂圆它不仅可以用来煲汤，还可以用来泡水，营养价值特别高，常吃对身体有非常多的好处。尤其是当它和红枣搭配在一起的时候，对于女性朋友来说是非常友好的。但是我们发现，桂圆虽然营养价值高，作用非常的多，对身体的益处也非常的大，但是吃多了容易上火。因此呢，桂圆很多人都不会直接来吃。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生活中很少有人会直接把桂圆干当做果干来吃，一般都是经过烹饪或者是加工之后再来吃的。那么为什么你吃了那么多桂圆，却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用处，一点效果都没有看到，或者是收效甚微呢？这是因为不管我们多好的食材，那么只要你用错了方法，都不能将其中的营养成分更好的被释放出来，更何况是被人体去吸收利用了。所以说，再好的食材都要用对方法，才能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用处，才能把它的效果充分的发挥出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桂圆的养生吃法，就能最大限度的保留桂圆的营养成分，不流失，让我们更加充分的去吸收它的用处。下面就跟着视频一起来学一学吧。准备一把桂圆，如果觉得每一次来做比较麻烦的话，咱们可以一次性多做一点。桂圆放进来之后，接着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先用手这样抓洗一下，还没抓洗2下，就可以看到桂圆壳表面有许许多多的灰尘，已经渗入到了水中。刚才清澈见底的水，现在已经变得超级的浑浊，变成了这种的浅黄色。由此可见，桂圆壳上面是非常脏的。那么生活中，很多朋友把桂圆拿回家用来泡茶，搭配的时候都是没有经过清洁的，直接放上2、3颗，在茶杯子里面就开始泡了。试想一下得有多脏啊，我们得喝了多少脏东西到我们的身体里面。所以说，不管你怎么来吃桂圆，我们最重要的一步都需要将它清洁干净。尤其是在柜台上面散称的桂圆，我们可以看到超市里面散称的桂圆，很多人在那里这个去摸一下，那个去抓一下，还有很多人站在旁边说话，甚至是在那里尝一尝桂圆，看看好不好吃。整个过程中都容易在桂圆的表面留下大量的唾沫星子和其他的灰尘杂质、脏东西在上面。所以说，桂圆的表面可能会有大量的细菌，非常的脏。买回家之后一定要注意清洁干净，用手这样抓，洗过1次之后，将桂圆捞出来，放入一个干净的盘子里面，然后加入少许的食盐，再用你发财的双手这样去抓一抓。这一次不要用单个手去抓，用2只手一起去抓，让每个桂圆表面都均匀地裹上一层薄薄的食盐。全部裹上之后，我们再用手来搓，轻轻地去搓。那么在我们搓的过程中，桂圆和桂圆之间，桂圆和食盐之间都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摩擦力，而这个摩擦力就可以将桂圆表面比较难清洁的污渍、脏东西很好的被带下来。
桂圆比较多的话，搓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一点，因为我们今天用的桂圆比较少，所以说呢，大概搓上1-2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很多人平时吃桂圆，都喜欢把桂圆壳剥掉，用来泡水或者是煮粥。要知道，咱们平时在泡水的过程中，其实桂圆壳是完全不用去除的，因为咱们的桂圆壳里面含有大量的营养成分，而这些营养成分有一些连果肉里面都没有，所以说把桂圆壳去掉之后非常的可惜。看一看还没有搓一会，这个时候盘子底部就非常的脏了，是不是看到这个样子的桂圆，你还吃得下吗？倒入适量的清水，现在用一个手轻轻的来回晃动，利用水的冲击力，把桂圆表壳上面的灰尘直接冲刷下来即可。因为刚才用食盐搓洗过后，表面大量的脏东西都已经被吸附下来了，现在只需要用水轻轻一冲，就可以冲下来。看一看此时的水特别浑浊，控水捞出，继续换一盆清水将它抓洗干净。洗桂圆的过程我总共用了4次，才把盆子里面的水洗得清澈见底。像这样桂圆就已经完全清洁干净了。看一看每一颗带壳的桂圆，洗干净之后，表面都是晶莹剔透的，非常的有光泽。现在控水捞出，然后用一张干净的纸巾将桂圆表面的水分给它吸干，让桂圆保持一个干燥的状态。那么如果咱们不着急的话，可以放到太阳下面去，将表面的水分充分晒干。着急的朋友，我们可以用纸巾先把表面的水分吸干一遍，之后再用电吹风吹一吹，几分钟就可以让桂圆的表面变得特别的干燥。这样水分就已经全部擦干了。擦干之后，现在我们用指甲将桂圆中间拨开，直接这样戳上一个小口子，让桂圆壳呈现出一个打开的状态即可。所有的桂圆都以同样的方式将它打开。全部拨好后，将它倒入一只干净无水无油的小碗中，接着往里面加入适量的陈醋。陈醋要把所有的桂圆完全浸泡起来，轻轻地搅拌2下，让桂圆充分地浸泡在陈醋当中。醋尽量多一点，千万不要少了，太少了的话桂圆泡不进去。因为现在的桂圆它还是干桂圆，泡发之后它里面的果肉还会膨胀。全部泡好之后，就像新鲜的桂圆一样，每一粒都会吸满里面的陈醋。充分的搅拌均匀后，将勺子取出，现在盖上一个保鲜膜，将它完全密封起来，放到冰箱里面冷藏2到3天的时间，咱们的醋泡桂圆就做好了。大家要记住，一定要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哦。现在的气温非常的高，如果忘了放在冰箱里面的话，1天的时间就已经变质了，变质过后可就不能吃了。浸泡好之后，我们现在就可以把保鲜膜打开了。完全浸泡好的桂圆，每一颗都变得圆乎乎的，圆滚滚的。那么这个醋泡桂圆，它不仅用处非常的棒，而且吃法也超级简单。如果咱们比较喜欢吃酸的，那么每天用干净的勺子盛出几粒出来，直接剥壳吃就可以了。如果觉得直接这样吃不是特别爽口的话，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入杯子里面，用开水来进行冲泡，加上一点红枣，或者是平时咱们喜欢喝的茶叶进去，一起来泡，都是非常不错的。像有些女性朋友喜欢喝个玫瑰花茶、桃花茶等，我们都可以加上几粒这个醋泡桂圆金桔一起冲泡，喝起来会有别样的风味，而且不同的搭配，它的用处也完全不同。那么直接吃的话会更加的方便。泡过桂圆的这个陈醋，我们也可以用来拌菜拌面，都非常的不错。这个醋泡桂圆的做法看似简单，但是它的用处却一点都不简单。吃上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收获满满了。
咱们老一辈的智慧和结晶，全部蕴藏在里面，该说的不能说。具体做法就是这样的，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一试吧。那好了，我们今天分享就先到这里了，感谢您收看，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